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川普和英国签署的第一个贸易协议纲要，给我们一个窥视未来的机会。我们都看到了什么？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的中国出口竟然惊人的同比增长8%，这是谁的胜利，谁的灾难？中美贸易谈判开始，中方的底牌哪些可能有效，哪些可能是玩笑？川普挑起的贸易战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豪赌，他押上的是美国的国运。5月8日，美国和英国签署的这第一个贸易协议极其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美国避免了他可能面对的那个最可怕的未来命运。4月2日，川普提出的新关税之高让世界震惊，他在向世界所有的经济体挑战，在向现有的世界贸易秩序宣战。在随后的一周，从美国国内到世界各地，从盟友到对手，都在愤怒地大骂川普政府。美国股市、债市和美元几乎是全面暴跌，那是川普贸易战最惊险的一环。在那个时刻，美国面临着失去世界的危险。4月9日凌晨是川普新关税正式生效的时刻，全世界的人都很不爽，但中共却成为唯一一个用关税行动来回击川普的政权。中共的行动帮川普对世界各国进行了第一次划分，那就是中共国和其他国家。当天下午3点，对中共国的关税涨到145%，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税降到10%，并宣布在未来3个月和这些国家进行1对1的单边贸易谈判。这标志着贸易战最惊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实质的战争阶段正式开始。对美国而言，最坏的情况是，如果所有和美国谈判的国家在背后达成某种共识，咬牙和美国对抗，造成在这3个月谈判期结束时，川普政府没能成功签下任何一个符合川普设想的协议，那么最终出于各方压力，美国会不得不退让到4月2日之前的贸易状态。如果那样，美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震慑力将丧失殆尽，在旧的世界贸易体系中混吃等死将大概率成为美国的未来宿命。川普和他的内阁很多成员都是在赤裸裸的商业圈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经历过一次次商业决斗的历练，他们非常清楚在决定重大利益的谈判中，各种人心和运势之间的相互博弈的微妙。因此在这个谈判阶段，他们设定的是1对1的单边贸易谈判模式，而不是像1944年那样由美国和多国在一起讨论制定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样一个世界金融贸易格局。同时，为了更进一步降低出现各国私下联合针对美国的局面，川普团队对谈判格局还引入了2个特殊的设计。第一，美国决定在这个阶段把重点放在18个经济体上，这些经济体都是和美国有重大贸易关系的，这样既便于美国把精力集中在关键国家，也可以排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国在那里制造噪音和混乱。现在联合国各个机构被搞得乌烟瘴气，一个关键设计失误就是联合国给了很多边缘小国太多的话语权，很多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对这些小国无关轻重，而与此同时，他们的腐败和贫穷又非常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国利用，成为那些大国在联合国的附庸傀儡。那么第二，美国对谈判具体程序也进行了设计。美国把18个重点国家划分为3组，第一周和第一组的6个国家1对1的谈，第二周和第二组的国家谈，第3周和第3组谈，然后第4周再回去和第一组的那些国家1对1的谈。这种设计不但能让美国这边更容易集中人力，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持续锻炼美国谈判团队。这种设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如果美国和某个经济体的谈判出现状况而无法推进，美国可以相应的调整和其他国家的谈判条件，由此降低那个出状况的经济体对美国最终贸易环境的影响。举个例子，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可能都成为未来美国日用品主要生产地，
假如美国和越南的谈判进入僵局，美国就可以在和印度尼西亚的谈判中做出调整，让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更容易达成协议。这一方面能保证美国未来在日用品的生产上不会没出路，同时也会反过来对越南形成谈判上的压力。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谁先和美国达成协议，谁就有可能拿到更好的谈判结果。上面那个谈判设计和运作机理，就是他说这话的背景。美国之所以能够主导这轮贸易谈判，并设计谈判格局，是由美国目前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决定的。美国每年从全球商业贸易中的净逆差是 1.2 万亿美元，是全球商品贸易中当仁不让的最大的甲方。而中共国目前是全球贸易中当仁不让的最大的乙方。甲方制定规则，这就是现代商业的规矩。中共总是用美国国际霸凌来说事儿，但是中共国全球乙方地位，那可是中共自己的主动选择。世界各国都劝中共别老做乙方，中共还不高兴怼人家。而且中共在做出这个道路选择时，也没问过中国老百姓是不是同意这个设计。虽然美国做了这一系列的谈判设计，但是只要谈判还在进行，在谈成任何一个单边贸易协议前，一切还都是未知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美国在这次豪赌中彻底赌输的可能性还存在。5月8日，川普政府和英国签署的那份贸易协议纲要，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达成的。从协议内容看，川普真的是在向他的世界贸易新格局迈进。如果以川普上台前的美英贸易为基准，美国的这个协议几乎是零退让，英国却答应了美国3个关键条件。先说美国答应英国的3个主要条款。第一，美国同意取消对英国的钢铁和铝产品的 25% 关税。这关税本身就是川普上台后新加的，所以这个条款几乎就是美国给英国的一张空头支票。第二，英国出口到美国的前10万辆汽车，关税会从 25% 降到 10%。但大家注意了，这个 25% 的汽车关税税率也是川普上台后加的，而这10万辆汽车的数量也是根据2024年英国出口到美国汽车数量来定的。这相当于是给英国未来出口到美国汽车的数量设了一个上限。第三，美国同意让英国劳斯莱斯公司的喷气发动机和零部件免关税进入美国，但是在川普上台前，这些部件进入美国也基本是零关税，而且这些部件是美国波音公司无法替代的关键部件，给这些产品加关税就相当于给美国波音公司加关税。而英国答应美国的3个条款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第一，英国答应大量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它会部分抵消中共停止购买波音飞机的影响。第二，在农产品方面，英国会把部分美国牛肉的进口关税从 20% 降到0%，会削减乙醇关税，甚至可能降到0%，还会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入英国市场的准入等等。这是川普给美国农民谋求的一系列实质的新优惠。第3条，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美国对大多数英国商品会保留 10% 的关税，这进一步确立了川普对全世界商品征收 10% 进口税的底线要求。川普在竞选中一直声称他有办法让美国用关税来减少债务压力，而对多数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正是川普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步骤。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是基本平衡的。2024年，英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是750亿美元，进口是720亿美元。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川普上台后按照常规政客的运作方式，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进口税，英国这样的国家肯定就愤怒了，为了面子也会出台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但是川普却故意搞出一系列疯狂的猛操作，在 10% 的全面关税外，
还搞出什么25%的汽车税，什么25%的钢铝税，还用非常规算法搞出一个特高的所谓对等关税等等，搞得呢10%的全面关税反倒跟不存在一样。对于唯一用行动反击的中共，川普还立刻祭出了贸易禁运级别的145%的关税。川普的行为让全世界高智商人群都骂川普是世界最具破坏力的疯子，但是在谈判中，疯子这个人设不一定是坏事，特别是手握重权的疯子这种人设。英国其实也是担心川普真的发疯的。虽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是基本平衡的，但是英国对美国在服务领域，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却有着巨大的顺差。2024年，英国对美国在服务领域的贸易顺差达到了惊人的1000亿美元。一些有关英美协议的报道中提到说，英美这个协议的一些内容还没有最后确定，说英方还在劝说美方取消那10%的基准关税，而美国也说要跟英国谈在数字服务方面的税务的事儿。很多读者可能完全忽略了这部分内容，实质上美国用的杠杆就是我们这里提的英国对美国的巨额服务顺差的现实。最终双方能够达成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的英美谈判结果，就说明英国其实很担心如果川普真的发疯了，会针对他们对美国的服务顺差下狠手。无论如何，美英的这份贸易协议纲要是川普在第一轮战役中取得的第一场战斗的胜利。虽然一场战斗的胜利不一定能决定整个战役的胜利，但是它至少给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战役的其他战场树立了一个标杆。英国跟美国商品贸易基本平衡的美国老盟友都答应和美国签这样的明显让步的合约，其他那些和美国存在巨大商品贸易顺差的国家面临的压力显然在快速增加。在这个美英协议签署后，美国财长贝森特就立刻提到，他希望下一个和美国签约的是亚洲的某个国家。5月9日，川普在椭圆办公室表示，我们马上还会有4-5个其他协议达成，我们后续还会有很多协议。同时川普强调，无论如何10%的基本关税是都跑不掉的。很显然，川普和贝森特都已经把他们的视野投入到其他正在进行的战斗中，特别是和亚洲多个国家的谈判。那些谈判对川普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的构想至关重要，因为和这些亚洲国家的谈判结果将决定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对中共国的依赖，也因此会影响到美国在和中共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有多少底牌可打。贝森特在谈到和亚洲国家的谈判时，特意提到印度尼西亚，夸奖说印尼目前给的方案和提议让美方非常感兴趣。显然这是一种向越南、印度等国施压的策略。在美国已经明确了想和中共经济脱钩的背景下，哪个亚洲国家能够从美国拿到最优的贸易条件，哪个国家就相当于坐上了制造业高速发展的特快列车，在未来多国竞争中将占据有利地位。下面我们谈川普贸易战全面开打后1个月中中共国的出口状况。中共海关总署在5月9日发布了中共官方的4月份的贸易数据。被反川普或亲中共的媒体反复强调的一个数据是，4月份中国的整体出口竟然不降反升，和去年同期相比居然惊人的增长了 8.1%。 其中4月份对美国商品出口同比下降 21%， 但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却激增了 21%， 对拉丁美洲的出口跃升了 17%， 对非洲更是猛增了 25%， 就连对欧洲的出口也增长了 8.3%。 很多媒体因此称赞这组数据展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但是这组数据背后却有很多故事。5月5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个报道说，在过去几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在前几年，任何人
都可以公开查阅到的中国各种官方数据，这些年却迅速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人们再也查不到了。这些消失的数据涵盖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各地政府土地出让情况、外商投资情况、各种和失业相关的情况、中国人当下的商业信心、各地真实的房地产价格、零售额等等，就连中国各地火葬场火化的人数、各地酱油的生产量报告等等，这些表面和中共国经济没直接关系的数据也消失找不到了。为什么？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共国的民生和经济真相已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黑洞。海外的人看不懂，就是身在中国的人也感到困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普通中国人做的视频都在感叹，现在的人都跑哪儿去了？城里原本应该很热闹的地方没多少人，农村也看不到什么人。回到中共最新报的4月份的出口数据，川普对中共国的高关税是4月2日才首次提出，4月9日才正式生效。在那之前，全世界没人能预料到川普的操作会那么猛，因此要实现中共报出来的出口数据，中国商人必须在4月份知道消息后立刻开始行动，然后在几天内就为大量原计划卖到美国的商品在拉美、在非洲或在欧洲找到买家。不但找到新买家，而且还比去年额外多卖 8%， 而且这 8% 还是用商品销售金额来算的。考虑到美国人收入较高，美国市场的商品单价会比其他市场更高，这个因素也就意味着中共国需要卖给拉美、非洲等国的商品，从数量上讲要更加远超原来他们卖给美国的商品数量。也就是中共国的商人必须在一夜之间就在拉美、非洲和欧洲等地开发出一个庞大的吓人的新市场，这才可能实现中共最新的这轮出口数据。一个基本常识是，各国人的收入水平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这就注定了给一个国家制造的产品很难立刻在另一个国家找到客户，别说是在几天内完成这样的调整，就是几年也不一定能调整过来。中共的数据完全是违背地球引力般的存在。做出口服装加工的小凯最近一直睡不着觉，他给美国生产的一大批衣服已经装入集装箱，运到出口的码头了。就在这个时刻，川普公布对中国商品征收 145% 关税，美国那边的客户立刻通知他彻底取消这笔订单。小凯对如何处理码头集装箱中的那些衣服是一筹莫展。后来有朋友出主意，说认识一个带货主播，可以到码头的集装箱前在网上面向中国人直播销售。于是已经黔驴技穷的小凯决定试试，在码头上，在他装满衣服的集装箱前支起一个帐篷，请来一个带货主播，就开始对集装箱里的衣服用 20% 的价格甩卖。请来的带货主播干得非常卖力，背后一群辅助人员也是忙前忙后，过程中帐篷还被风吹倒了，一天忙活下来也没卖出多少件。小凯还有一个朋友叫小张，是给美国生产廉价商品的。小张就直接给船运公司说，那些托你们运的货物我不要了，你们能找到想要的人就拿去吧，实在找不到要的人就找机会扔到海里吧。至于小凯和小张这些货物在中共外贸数据中是如何体现的，那就只有那些神奇的中共统计官员才知道。我在此前的节目中预测过，如果美国对中共国真的开始实施 145% 的商品关税后，最有可能替代美国市场的应该就是一些欧盟国家了。因此美中贸易脱钩的直接受害者会是欧盟，欧盟和中共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会急剧恶化。中共公布的4月份贸易数据就清晰展现出这个趋势。欧盟对中共国的出口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恶化而大幅下降，与此同时，
中共国对欧盟成员国的出口却持续飙升。今年4月份，中共国对欧盟的进口同比下降了16.5%，而出口却上升了8.3%。其中，对欧洲经济引擎德国的贸易不平衡恶化得更加惊人。中共国对德国的进口下跌了12%，出口却飙升了20%。其他欧盟主要经济体法国、意大利、荷兰也面临几乎相同的场景。欧洲从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左，因此很多欧洲人对川普的厌恶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一些欧洲人甚至认为欧洲应该更多的和中共结盟。中共也积极表示，中共国与欧洲的关系给世界贸易带来了宝贵的稳定。但是这个结盟是没有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的。首先，从地缘政治上讲，习近平冒着乌克兰炮火的危险，最近专程跑到莫斯科去给普京站台，还派中国军队参加普京安排的红场走秀表演，这让欧洲诸国的左派先锋着实感觉非常困扰。其次，从经贸上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24年欧盟从美国的贸易中净赚了1000亿美元，而在和中共的贸易中净赔了1000亿美元。现在如果中共国失去了美国这个5000亿的市场，欧洲必定成为中共过剩制造业的核心进攻目标。在中美贸易战开打的第1个月，这个趋势就已经形成了。如果按这个趋势走下去，中共国对欧盟的制造业将进入一个大屠杀模式。此前欧盟就一直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目前欧盟已经在系统地跟踪中共国贸易转移的情况。欧盟一个特别工作组计划在5月后期给欧盟提交一份这方面的报告。最近，欧盟驻华使节托莱多在媒体上明确表示，中共国根本没有认真对待欧盟对中共贸易壁垒的诉求。中共对欧洲的市场准入壁垒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上升。欧盟和中共国将来会如何闹离婚，那也是我们未来会持续关注的一出大戏。最后，我们来谈谈全球瞩目的美中贸易谈判。我在录这期节目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周六长达10个小时的会谈已经结束，并计划周日继续谈。周六双方都没有提供会谈有什么具体进展，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在上周，贝森特已经明确说了，大家对这一次双方在瑞士的见面不要期望值太高。如果双方能够在未来谈判应该涉及什么议题上达成共识，那就达到这次会谈的目的了。不过在谈判场外的川普却一直没闲着，在他们开始谈之前就不停地给会议造势。5月9日，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对中国征收80%的关税似乎是合适的，当然最后还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定。随后川普又在椭圆办公室说，他心中可能有一个更低的数字。后来记者又问川普，如果贝森特没能和中共在周末的会谈中达成任何协议，你会不会感到失望？川普回答说，不，一点也不会，我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很好的协议。川普这里提到的协议应该是指英美之间刚达成的那个协议，而不是和中共的什么协议。这就是川普跳式思维的展现。我不知道贝森特对川普在谈判场外的这一系列操作有什么感觉。不过当记者追问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川普要把对中共关税降到80%，这数字是川普如何推算出来的？莱维特只好回答说，80%只是川普总统随口提出的一个数字。莱维特这个小姑娘虽然年纪轻，但是却是这些年川普发言人中最出色的一个。她成功的关键在于她对川普的主体思路把握得非常准确。我特意留意过她在旁听川普各个会议时的肢体动作，非常用心听并细心体悟的样子。我们凡是翻译过川普讲话的人都能深切体会到一点，川普的说话方式绝对不是一个科班政治人物的常规说话方式，他基本就是想到哪儿然后嘴就说到哪儿，而且川普思维经常会出现跳跃，然后他的语言表达也会相应出现跳跃。
川普这种说话方式非常容易给找他茬的媒体提供攻击点，但是对于那些想真正理解川普主体思路的人，他们通常不会死抓住川普说的哪句话或哪个词儿，那是没有意义的。川普可能随时改换具体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川普的主体思路是几十年都不变的。那么中共那边对这次谈判有什么期望呢？中共认为他们能用的底牌有哪些呢？华尔街日报在5月9日有2篇相关报道。第一篇提出中共会在瑞士和美国的会谈中提出对美国港口收费的反对意见。川普在2月份以行政令的方式宣布，美国从今年10月份起对停靠美国港口的所有中国制造的船只或悬挂中国旗的船只征收额外费用。对中国建造而且中国拥有的船只，每净吨以后要收到140美元。对于那些中国建造但不是中国公司拥有的船只，每净吨以后也会额外收33美元。这个政策不但打击中共海运能力，也打击中共造船市场，对中共航运巨头中远海运影响尤为显著。中共这次会谈中特意提出这个问题，可见这个政策打到了他们的痛处。华日的另一篇独家报道说，中共还会派公安部长王晓红和副总理何立峰一起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这个举措显示，中共是希望用芬太尼问题作为一张和美国谈判的底牌。芬太尼问题对川普到底有多重要？我不怀疑川普真的重视芬太尼问题，但是我认为芬太尼问题也时常会被川普利用来作为他实现其他目标的借口。数据显示，从加拿大流入美国的芬太尼仅占流入美国芬太尼总量的 0.2%， 但是这不妨碍川普以芬太尼为理由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因此，如果中共单纯的认为他们能用芬太尼问题为底牌来逼迫美国在其他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将是一个可笑的想法。当然，在中共内心应该还有一个他们认为不言而喻的底牌，那就是如果川普的关税高到让美国人立刻就无法购买中国产品，那将引发美国的通胀，从而从经济和民意两方面来给川普施压。很多美国人也普遍认可这个想法。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美国过去25年不同商品、服务和工资的变化情况。这张图清晰显示，引发美国通货膨胀和美国人经济压力的因素主要是那些必要生活开支，例如医疗、大学教育、幼儿看护、住房、食品等。而这些商品和服务主要是由美国人自己提供的。那么与此同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多数属于那些可选择性商品，例如玩具、电子产品、衣服、家具等等。之所以把这些商品称为可选择性商品，是因为人们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会自动通过商品的价格高低进行调整。就拿电视来说，中国制造的确让美国电视的价格低到了不好意思的程度。一个美国普通工人2天的工资就能买一个电视，所以一些美国人2-3年就更新一个电视，有的人家里几乎每个房间都放个电视，虽然现在已经几乎没人看电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电视价格大幅上涨，只会让美国人放慢他们升级电视的速度，但对美国人生活质量不会有实质的影响。而且因为和中国脱钩，那些可选择性商品价格的增加也会刺激其他亚洲国家加速提升对这些产品的制造能力，更快从价格和质量两方面实现对中共国的取代。最近很多媒体又在调侃川普，拿川普开玩笑建议小孩只买2个布娃娃的说法来说事儿。其实川普要表达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这个概念，中共国大部分商品其实是美国人的可选择性商品。如果川普团队对中共这张隐晦的底牌持这样的看法，你说中共在谈判中还有什么可控制美国的？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在杰森新闻快递中有关美英贸易协议有2个节目，
链接就在这期节目的描述栏中，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